上回说到，索隆等人护送薇薇安向阿尔巴纳赶去，路飞独自留下来对战克洛克达尔。在克洛克达尔压倒性的力量面前，路飞被狠揍一顿，埋在了流沙之下。好在克洛克达尔的副手罗宾路过，将路飞从流沙中救了出来，交给了国王的大臣贝尔照顾。索隆一行人承蒙各种小动物的关照，一路顺风顺水向阿尔巴纳狂奔。而此时叛军即将兵临城下，阿拉巴斯坦的全面战争即将爆发。阿尔巴纳王宫加卡收到消息，200万叛军由南面攻了过来，最多还有30分钟路程就会到达阿尔巴纳的城外。加卡一声令下，全军戒备，给我死守城门，绝对不能让叛军踏入城门一步。国都的郊外，巴洛克工作社的特工们埋伏在一处荒地，静静等待大战爆发。他们的任务是伏击那些试图阻止大战的人。如果战争如期开始，他们倒也乐得轻松。薇薇安公主和草帽团那些家伙估计都葬身雨地了，应该不会前来骚扰战争。此时，梅瑟尔fal举着望远镜告诉大家，公主来了。众人一看，可达鸭奔跑部队载着索隆和薇薇安等人正急速奔来。原本特工们的任务是干掉薇薇安，不过让他们头疼的是，狂奔而来的6个人全部披着一样的斗篷，根本看不出来哪个是薇薇安，索性将他们全部杀了好了。梅瑟圣诞快乐指着前方大喊一声，给我干掉他们！梅瑟尔fal扛起自己的火箭筒，向索隆等人打出一发棒球炮弹，炮弹爆炸。好在可达鸭们的机动性非常强，他们号称是阿拉巴斯坦跑得最快的动物，敏捷地躲过了爆炸的气浪。接着，索隆等人兵分3路，分别向城南、城西和西南方向跑去。城南是叛军们大部队的正面，圣诞快乐判断向城南奔跑的几个人中一定有薇薇安，于是叫上梅瑟尔fal赶去阻击。梅瑟尔1则奔向城西，梅瑟尔2负责西南。阿拉巴斯坦的5座城门能从西面抵达的有3座，索隆他们准备分头行动，特工们也分开追击。不过要命的是，特工们根本跑不过这群可达鸭，没跟几步就已经气喘吁吁了。索隆等人没有折磨他们太长时间，跑得差不多的时候，众人纷纷停了下来，扔掉披风，露出真面目。巴洛克工作社的特工全部判断失误，因为这6个人没有1个人是薇薇安。薇薇安骑着自己的专属可达鸭已经绕路，从叛军必经之路上等待扣杀。叛军准时赶到，喊杀声一片，薇薇安一人挡在前面，勇敢地张开双臂，歇斯底里的呐喊。这场战斗是被人设计好了的，拜托听我说几句吧。可是，在一片喊杀声和马蹄声中，薇薇安的喊声根本没有作用。跑在叛军最前面的扣杀，在一瞬间看到了薇薇安的身影。突然一声炮响，一枚炮弹在叛军前面炸开，激起了叛军的杀气。同时，爆炸产生的沙尘阻碍了叛军的视线。大臣加卡并没有下令开炮攻击，自作主张开炮的人正是克洛克达尔安插在国王军当中的卧底。要想战争彻底打响，必须要有推波助澜的人才行。薇薇安被笼罩在沙尘之中，就这样与扣杀擦身而过。四周都是马蹄声和喧笑声，任凭薇薇安喊破了嗓子尖叫也无济于事。很快，薇薇安被奔腾的战马撞倒在地，即将被卷入马蹄之下时，可达鸭奔过来，将薇薇安护在身下。200万叛军冲破了沙尘，冲向王宫。同一时间，国王军的反击也开始了。城墙上的大炮如雷轰鸣，雨点一样的炮弹砸向叛军。叛军们一路踏着同伴的尸体向王宫进攻，很快就冲上了台阶，与国王军开始白刃战。给我攻下阿尔巴纳！厮杀开始了。另一边，薇薇安从奄奄一息的可达鸭翅膀下爬起身，看着出气多进气少的可达鸭，薇薇安陷入慌乱，但她很快就冷静了下来。不管经过多少困难，不管被打倒多少次，也一定要阻止叛乱，否则大家的努力都要付之东流了。薇薇安全身颤抖着抽泣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。薇薇安回头一看，居然是乌索普骑着大马来支援了。薇薇安喜出望外，乌索普潇洒地勒住缰绳，快上来，薇薇安，应该还来得及。薇薇用力点点头，转身和可达鸭暂时告别。乌索普在身后催促道：“那只鸟已经不行了，再不快点，叛乱会越来越严重。”难得薇薇在如此紧张和混乱的状况下还能保持头脑清醒。乌索普一句话立即让薇薇安抓住了破绽。他的这些伙伴们从来都不会管可达鸭叫那只鸟。薇薇安回过头要求乌索普出示自己人的证据。乌索普立即抬起手腕上的绷带给他看。薇薇安一哆嗦，自己的怀疑是准确的，眼前的这个家伙不是乌索普。当初为了防止冯克雷混入他们其中抓走薇薇安，草帽团非常机智地设计了双重标记，手腕上纹上 X 符号，在外面再加缠一层绷带。如果伙伴们之间要求出示标志，就要拿下绷带展示 X 符号，做不到的人就是假的。这一招果然有用。巴洛特的特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冯克雷展示绷带的举动让他彻底暴露。薇薇安惊恐地看着对方：“你不是乌索普吧？”冯克雷拍了一下子自己的脸，没想到这么轻易就暴露了。可达鸭卡鲁挣扎着爬起来，拖着薇薇安狂奔。冯克雷很厉害，冲刺速度居然不输阿拉巴斯坦最快生物可达鸭。可达鸭情急之下爬上悬崖，冯克雷跟着可达鸭冲了上去。城墙里面厮杀一片，这是薇薇安最不想看到的景象。
保护国民，避免发生自相残杀的局面，是薇薇安和国王从始至终贯彻的思想。薇薇安看着混乱的战场，咬咬牙，决定改变作战策略。从这数百万人混战的战场中找到寇莎是不大可能了，不如赶快去与大臣们会合，共同想出御敌方法。薇薇安指挥可达鸭径直奔向王宫，冯克雷翻上围墙，在后面穷追不止。战场上有榴弹飞过来击中可达鸭，但可达鸭顽强地撑住自己的身体。阿尔巴纳城内甚至找到被冯克雷打得鼻青脸肿的乌索普和浩泽骆驼。乌索普还很自信，区区一个人妖，我2秒钟就解决了战斗，我和骆驼被他1人1秒。山治气得要骂人。从目前情况来看，那个会变脸的冯克雷打到乌索普之后溜了，那么可想而知薇薇安有危险了。山治交代乌索普立即赶去东南门帮助乔巴，自己向城外跑去寻找薇薇安和冯克雷。没跑几步，遭到国王军和叛军双双包围。山治很不爽，老子既不是国王军，也不是叛军，老子是妇女之友。山治跳出去，瞬间解决了两边的士兵，继续向城外奔去。赶到城上时，冯克雷正追杀薇薇安，山治带着另外2个可达鸭追上，将冯克雷干倒在地。薇薇，这个混蛋就交给我了。山治正要正领带，就是你嘛，恶搞变身男。冯克雷很嚣张，你压谁呀？警告你不要妨碍我。冯克雷一脚踢向山治，山治抬起大长腿将冯克雷的攻击挡了下来。你小子先把我们狙击手的风镜还回来。冯克雷一看这腿功就知道对方不简单，你是草帽一伙的？难道你就是那个梅瑟尔王子？山治对掉眼镜，潇洒的回答：我的名字叫做山治，是海上的一流厨师。冯克雷很不屑，区区厨师就不要跟我们这个地下组织作对了。山治一点不客气，瞅你一副牛逼哄哄的样子，咋的？你们老大是地下组织部部长吗？索隆纳美这边遭到的是梅瑟尔万和他搭档海胆女的伏击，索隆准备拔刀迎战，万和海胆女直接掠过索隆，走向娜美。杀手准则之一，团战先打奶妈，杀人先杀弱鸡。娜美愣了，虽然我确实弱了那么一点点，但是你们也没必要这么广而告之吧，留点面子。东南城门，乔巴在这里对战梅瑟尔放和妹子圣诞快乐。圣诞快乐是个鼹鼠女，专搞地下工作，在沙漠中疯狂决斗，自己和放藏身在洞穴中搞偷袭，稍不留神还容易掉进鼹鼠女挖的地洞里，很是棘手。放看上去是一个憨批，但拥有很强的破坏力，一棍子挥出去，光产生的风浪都能将岩石震碎。这2人在一起搭档，就是一个打地鼠组合。乌苏不敢来支援乔巴，见识到了这个打地鼠组合。除了他们这2个奇葩，还有一条能变成狗的火箭筒，发射出来的棒球是定时炸弹，就算无法击中目标也会爆炸。而且这个棒球炸弹非常重，乔巴的人类形态想要接住炸弹扔回去，根本做不到。而放这个傻乎乎的家伙，居然可以用球棒击中炸弹，并且以极快的速度打向敌人，说明放的腕力强的异于常人。发现球棒靠在墙边，球棒直接把砖墙压塌。乌索普吓呆了，这大概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吧。这3个奇妙生物的组合堪称绝佳。鼹鼠女负责挖洞隐藏搭档，狗子火箭筒则发射定时炸弹来袭击敌人，放则负责击打定时炸弹，改变定时炸弹轨迹，让敌人躲无可躲。如果不是碰上草帽一伙，这3个奇葩组成的打地鼠组合应该可以秒杀一切缩落段位的海贼。乌索普瞬间没了斗志，恳求乔巴将自己的尸骨放在大海中漂流。乔巴和乌索普大吵，你不是来支援我的吗？完全没有派上用场啊！乌索普拍地怒喊，看看那个像狗一样的火箭筒是个什么东西，我怎么可能和那种奇葩生物交手？鼹鼠女站出来解释道，这狗子是吃了全球果实的猎枪，这是伟大航路的新技术，没有生命的物体也可以食用恶魔果实。乌索普表示，这根本不可能，我数学学得不好，你不要骗我，你这种情况根本不科学。鼹鼠女变成鼹鼠形态，你看个海贼王讲个屁科学！再告打包给你从直播间踢出去！鼹鼠女跳进地下，乌索普左右看了看，跳起来就要开溜。狗子火箭筒从地洞里钻出来，瞄准乌索普射出炸弹，乌索普艰难躲开，似从另一个地洞里冒出头，大力挥动球棒，精准的将炸弹击向乌索普的正上空。乔巴呼唤乌索普快跑，乌索普抬头一看，球在上空停住了，他很开心，这种球掉下来就没有什么力量了，就算自己闭着眼也能躲开。棒球炸弹从空中坠落，将要落地时突然变成旋转球，正好冲着乌索普逃走的方向。一声巨响，炸弹炸开，乌索普被卷入进去。